然后做完了这个烟火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做一个这个电光火花吧。这个也是用的比较多一点啊。把这个烟火先删了。哇，突然世界好安静啊。我们还是拿这个 light 来继续改，给它取一个名字，这个呢叫做FX Burst。的 burst，叫 spark burst，就叫 burst 算了。好，同样的，这个火花的样子呢，我想象一下啊。首先，像我们第一个例子会很像，就是比如说你的枪或者是打中了那个电源的时候，打中灯泡的时候，那个灯泡会爆出一个火花，对不对？那种电火花的感觉。我们把它先删掉这个，然后圆柱体我们也删掉，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 GPU 粒子。数量给它来个100，初始的大小呢，我们给个多少呢？给个5，33535，好，这个大小。然后呢，速度，我们给它来一个这个向量统一 ，x 轴我们在这一个点上嘛 ，x 点，然后 y 轴呢让它多一点，从-200到200之间都有，这个，然后 z 轴大一点，好，这样子太大了，600，好，又有点像这个火花了。但是很明显，这个生命周期太长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给它，把它这个生命期改短一点，改成1秒。另外呢，给它来一个横加速度啊，然后让它往下走，因为它在地球上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给它来一个这个横加速度。在哪儿去了？横加速度。给它一个负的吧，往下走800。OK， 像那么回事了。好，把它的这个初始大小，我们让它在 Y 轴上显得特别大，还不够100。OK， 100，像那么回事，太多了。60，然后有的呢就是10。好，这样子呢就像那个电火花了。好，我们再改一点点东西，因为它一直在这里释放火花，这个在现实中呢通常不会这样，是只有你在触发的那一瞬间它都会释放火花，所以我们呢需要稍微改动一点点，什么呢？就必须在这个必须这一块啊，我们让这个粒子发射器的时长我们改成0.3秒，0.3秒，也就是在0.3秒，它就要释放完它所有的粒子。循环呢，这不断的循环，我们现在只改成它会循环1次。好，就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粒子呢，就是当触发的那一瞬间，噗，把它这个粒子数再高一点，200。好，行，这样子呢就还蛮像那个。现在我们给它来一个核心啊，就是它的这个中间部分，让它更加亮一点。创建一个新的粒子，然后给这个粒子取个名字叫 core。思考一下，首先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个 ratio 啊，我们之前第一节课做的这个粒子的材质，我们用了这么多，对吧？把它的这个生命周期，改为1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生成只发生1次。接着再看这个速度啊，速度我们改成速度可以不要，然后生命的颜色呢，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改成900的、500的这个0啊，让它变得
颜色再偏红一点吧，再偏红一点，再偏红一点。OK， 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参照这个值来进行扩大啊，扩大到1000的160。好，初始大小呢，大小我们给它 x 来100，然后也是100，太多了啊，这个太多。OK， 再小一点点，60。然后生命周期把它改为只有0.1秒钟，但是呢，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必须这个地方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发射器的循环改为1，然后这里改为0.1，0.1太短了，0.2。好，可以看到就是当它爆的那一瞬间，然后中间这里有个小点，那它的生命周期很短啊，只有0.1，然后大小呢还是60，颜色呢非常亮。这个速度没有用到，然后这个生成的数量可能得要多一点，它才会，太多了，10个吧。好，这样呢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这个电火花，我们保存到外面来看一下。那我们点这个，因为我们把它设置了它要触发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不重复的，它不是循环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通过点击这个让它再刷一次啊。所以 OK， 这个电火花呢也 OK 了。